想必大家都看過那個讓克里姆林宮集體失眠的重磅視頻了吧？一個在俄烏戰場上實打實帶過偵察兵的俄羅斯老兵亞歷山大·盧寧直接發布視頻硬剛普京說，如果不讓我們進克宮直播說出前線的真話，前線的兄弟們就調轉槍口對準克宮。這段視頻發出去僅僅一天，播放量就瘋狂突破了1500萬，逼得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不得不連夜出來解釋。據悉，亞歷山大·盧寧是一名39歲的老兵，曾是蘇多普拉托夫志願營的偵察分隊指揮官，身上掛滿了實打實的勳章，但他卻敢在視頻裡直截了當地向普京發出威脅。這個窮大兵盧寧到底戳中了俄軍內部怎樣見不得光的爛賬？另外，他的行為不僅讓我想起了2023年夏天瓦格納雇傭兵掉頭进軍莫斯科的記憶。當年普里戈金也是高喊着前線指揮蠢、補給差、高層聽不到真話的口號，一路勢如破竹拿下頓河畔羅斯托夫。歷史難道要在2026年重演？別眨眼，今天我們就來扒一扒俄羅斯軍隊內部正在發生的慢性自爆。盧寧在視頻裡爆出的猛料字字見血，直接撕開了俄軍官宣的粉飾太平。他說，在基層部隊裡，野蠻傷亡、基層腐敗、指揮粗暴早就成了常態。有士兵不願意執行毫無軍事價值、純粹是去送死的自殺式衝锋，但下場是什麼？是直接被關在地下的坑洞裡，在那個被俄軍內部稱為心丹的土牢中受盡殘酷虐待。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俄軍士兵被折磨致死後，在官方的名冊上卻被上報為失蹤。大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意味着俄軍軍方可以省下那筆原本該給家屬的巨額撫恤金，而這筆錢最後進了誰的口袋，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俄軍士兵們因此產生的怨氣卻在戰壕裡像瘟疫一樣蔓延。他們看着身邊的戰友不明不白的倒下，心裡的火早已燒到了嗓子眼兒。而更讓克宮睡不着覺的是，盧寧聲稱自己只是一個傳話人。他說這段視頻是國防部和安全部門的高層托他錄制並發出的，這信號就炸裂了。這說明莫斯科高層內部已經出現了巨大的撕裂，強硬派、官僚幫和一線軍官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壓不住的地步。可以說，現在的克宮陷入了两難的地步。一方面，如果对這種言論不聞不問，就等同於默認了爛賬的存在，俄軍的軍心必散。但是如果大張旗鼓的鎮壓，又等於平白抬高了反抗者的身份，把英雄逼成叛軍。對於一個正在打仗的國家來說，這種來自內部自己人的施壓，比北約的10000次譴責還要棘手100倍。因為盧寧身上的傷疤、胸前的勳章，不是一句敵對宣傳就能抹乾淨的。甚至由於盧寧的爆料，在首都莫斯科，連普通市民的心態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開始公然違反禁令，不再使用特別軍事行動這種自欺欺人的詞彙，而是直接稱其為戰爭。大批民眾開始瘋狂排隊，把存款從銀行裡取出來，生怕政府隨時徵用財產去填補前線的黑洞。長期受到的制裁和前線的反噬，已經讓俄羅斯後方的歲月靜好徹底化為泡影。截至目前，盧寧雖然已經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突擊逮捕，連家裡的雙截棍都被當成造反證據沒收了，但俄軍內部這道裂痕已經無法彌合。面對戰場上的蠕動和後方的動盪，克宮目前只剩下2個選擇：一是徹底撤軍，但這等於政治自殺；二是進行全國總動員，但這又等於引爆國內的火藥桶。這也是為什麼克宮近期遲遲不敢下達總動員令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心裡最清楚，在這個節骨眼上強行發下動員令，送大兵上前線，帶回來的可能就不是戰功、土地，而是幾萬支隨時準備掉頭造反、對準克里姆林宮紅線的槍口。這種極端的內部矛盾直接導致俄軍在指揮層上的逆向淘汰，即能打仗的将領因為說真話被邊緣化甚至下獄，而平庸但聽話的奴才卻穩坐高位。用我的話說，忠誠成了俄軍內部考核的唯一標準，哪怕這份忠誠是建立在虛假的戰報之上，他們也在所不惜。但這種體系性的無能與混亂，卻讓俄軍在戰場上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2天的戰報，對於我們這些堅信烏克蘭必勝的人來說，實在讓人熱血沸騰。烏軍用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證明了一句話，那就是在戰場上，口徑就是真理，火力就是正義。如在26日至27日夜間，烏軍動用自主研發的 FP5 導彈，給俄羅斯送去了一份終身難忘的大禮，襲擊了位於伏爾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要知道，泰坦巴里卡迪可不是什麼普通的機械廠，而是俄羅斯陆基彈道導彈發射載具的核心研发制造基地，是俄軍的命根子。大名鼎鼎的白杨 M 洲际導彈，俄軍核威慑主力亚爾斯新型多彈頭洲际導彈的8軸重型機動發射車底盤全部出自這裡。更重要的是，它是俄軍在戰場上瘋狂洗地的伊斯坎德爾 M 和伊斯坎德爾 K 戰術彈道導彈
全套機動發射車的唯一总装场。烏軍這次是直接操着重錘砸進俄軍的核導彈老巢，這戰略眼光簡直超派。據悉，這次襲擊中，烏軍一共發射了5枚火烈鳥巡航導彈。雖然俄軍國防部照例宣稱全部攔截，但那場照亮半個天空的火球可不會撒謊。實際情況是有整整3枚火烈鳥精準洞穿了防空網，其重達1050公斤的巨大戰鬥部狠狠砸在了工廠的核心總裝車間，瞬間釋放出了毀天滅地的恐怖火力，衝擊波則將數個車間瞬間化為廢墟。據說連周邊的防核掩體都被震出了裂紋。這次爆炸可能會讓俄軍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面臨伊斯坎德爾導彈發射車斷供的絕境。澤連斯基則對火烈鳥的表現讚不絕口，直接宣布烏克蘭正在瘋狂加大生產線，目標是到今年年底達到每月生產210枚 FP5 導彈的恐怖產能。這就是大工業戰爭的魅力。不僅如此，烏克蘭自研武器庫裡還藏着更帶勁的狠角色，如火點公司首席設計師爆料稱，戰鬥部重達800公斤，能直接砸到莫斯科的 FP9 彈道導彈已經進入了最後測試，量產在即。看到沒？這就是烏克蘭的自研能力。更有趣的是，烏克蘭還算了一筆絕妙的經濟賬，如美制的 ATACMS 戰術導彈，一枚要60萬美元，而烏克蘭自研的 FP2 自殺式無人機卻只要不到5萬美元，卻能把200公斤的戰鬥部送到380公里之外。這性價比簡直讓五角大樓都流口水。用廉價無人機代替昂貴導彈進行大規模火力洗地，這才是真正的大工業量產對作坊式軍工的降維打擊。而且在經過此事後，烏克蘭的歐洲盟友的真金白銀也源源不斷地砸了下來。荷蘭政府宣布直接砸下2.5億歐元，聯合研發並為烏克蘭購買700枚 26TA 布魯克2巡航導彈。這種導彈射程超700公里，配備 AI 輔助目標識別，具備隱身能力的布魯克3也即将量產。面對烏克蘭這種幾乎常態化饱和式的縱深火力重擊，俄羅斯引以為傲的廣袤國土，此時此刻竟然成了他們最致命的防空泥潭。那麼在這場席捲全俄的後勤绞殺戰中，烏克蘭是如何一步步把俄羅斯逼到斷油崩潰的絕境呢？俄軍除了軍工核心遭重創外，烏克蘭還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實施了放血療法，更讓克工痛徹骨髓。據統計，今年以來，烏克蘭已經對俄羅斯22座大型煉油廠進行了超過50次饱和式空襲。全俄前10大煉油厂現在被炸的只剩一個鄂木斯克煉油廠還完好，其他的不是在冒煙就是在維修。而一些邊境地区的油廠更是苦不堪言，接連被烏軍無人機群攻破防空網，現場流出的影像宛若末日降臨，巨大的火球騰空而起，黑煙籠罩天地，天空甚至下起了恐怖的石油雨。但諷刺的是，俄羅斯的爱国媒體为了遮羞，竟然在文字上玩起了腐敗。他們把煉油廠被炸引發的慘烈大火文縐縐地稱之為伴隨熱能釋放的碳氫化合物快速氧化。好一個快速氧化，這文字遊戲玩的無話可說。據權威的能源情報集團評估，烏克蘭的常態化空襲已經讓俄羅斯喪失了整整 20% 的煉油能力。俄羅斯的石油加工量直接跌破了每日400萬桶，創下了21年來的歷史最低水平。這種毀滅性的打擊直接引發了全俄範圍內的燃油海嘯。現在全俄 90% 的地區已經開始實施汽油限購。在加油站前，俄羅斯民眾排起了長達10幾公里的長隊，很多人排了10幾個小時，卻發現根本沒有。有人在網上哀嚎，烏克蘭人給我帶來的傷害比前男友還要大。連距離烏克蘭5000公里之遙的外貝加爾邊疆區，民眾同樣在絕望地排隊等油。這就是戰爭的連鎖反應。當你的血液循環被切斷，指尖再有力也使不出來。面對這種困境，普京在6月28日的採訪中，雖然嘴硬說設施正在修復，但他接下來的話卻徹底暴露了內心的慌張。普京竟然公開呼籲，建議俄烏雙方停止攻擊對方領土的縱深目標。大家細品，這還是那個強人普京嗎？當年烏克蘭多次呼籲空中停火時，克宮擺出一副傲慢嘴臉，斷然拒絕。現在輪到自己的煉油廠被炸成了廢墟，全國開不起車了，克宮竟然主動出來求和了。截至目前，烏克蘭對此沒有做出任何妥協的回應。除此之外，烏軍還在多個戰略要地堅定推進，詳細戰況有待更新。不過，據烏總參的最新統計，俄軍傷亡在天1000多人，累計傷亡正式突破了140萬人大關。而雪上加霜的是，就在6月26日，普京曾經最親密的盟友前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被證實莫名死亡。有傳言稱他是從窗戶墜落後去世的，這為克宮的權力風暴抹上了一層陰森。雖然烏軍也因為俄軍新型無人機的偷襲，在地面上痛失了2架米格29戰機，令人心痛，但這根本無法阻擋烏克蘭在戰略上走向勝利的步伐。正如波蘭外交部長所說，
俄羅斯掌握戰場主動權的階段已經徹底結束了。德國前總理舒爾茨也表示，我們大陸歷史上痛苦的一章將以自由完整的烏克蘭加入歐盟而結束。由此可見，在這場力量懸殊卻見證了奇蹟的戰爭中，烏克蘭人用堅韌、智慧和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把那些叫囂着3小時滅亡烏克蘭的侵略者打得只能蜷縮在莫斯科的加油站前痛哭。前線大兵的槍口已經對準了科工的王座，後方的燃油命脈已經被自研的火烈鳥徹底絞殺。烏軍總司令謝爾斯基說得很對，讓敵人梭哈，然後讓他們在無底洞裡徹底耗乾最後一滴血。黑夜再長也阻擋不了黎明的曙光，戰火再猛也燒不掉追求自由的意志。烏克蘭的國旗終將重新在辛菲罗波爾和塞瓦斯托波爾的晴空下高高飄揚。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是怎麼看待盧寧指揮官的爆料？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